把新加坡 MRT 车窗自动变色理解成单纯的防晒升级，并不准确。这个设计对应的是高密度城市里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：公共交通效率、沿线居民隐私和系统扩张之间怎么平衡？地铁承担通勤运输功能，在土地紧凑、人口密集、公共交通使用率高的城市里，它的设计会直接影响居民日常生活。MRT 需要保持运力、准点和覆盖范围，同时也要尽量减少对沿线住宅的直接干扰。这期内容就从一块会变色的车窗出发，具体看新加坡怎样处理公共系统与私人空间之间的边界。要理解一块车窗为什么值得单独讨论，先要看新加坡的城市条件。新加坡 MRT 网络已经超过240公里，日均客流长期处在数百万人次规模。轨道交通在这里承担的是高频、稳定、大规模的日常出行任务。很多人的通勤路径就是从祖屋到站点，再换乘前往学校、医院、工业园或 CBD。任何一段失灵都会影响整座城市的运行节奏。新加坡土地有限，住宅和轨道之间往往很难拉开足够距离，高架线路贴近住宅是常见结果。列车经过时，车内外视线接近也是现实情况。再加上长期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，很多站点周边同时集中了社区生活和商业活动。交通设施与居民生活空间的接触非常直接，这样一来，地铁设计就很难只停留在工程和运力层面。新加坡对基础设施的规划也一直带有明确的公共管理目标。LTA 扩网服务于通勤效率，部分地铁站还兼具民防避难功能，说明 MRT 从规划阶段就被放进更大的城市运行框架里考虑。自动变色车窗、无障碍设施和应急标准放在一起看，反映的是同一种思路。在资源有限、人口密集、风险意识较强的环境里，公共系统需要足够稳定，同时也要处理它对个人生活边界带来的影响。先把技术本身讲清楚。自动变色车窗通常基于电致变色材料，通过电压变化调整玻璃透光率。这项技术并不罕见，办公楼、医院和机场都已有应用。放到 MRT 场景里，重点不在采光控制，而在于处理公共运输系统与私人居住空间之间的视线问题。高架列车在经过住宅区时，车厢里的乘客与沿线住户常常处在接近的高度。列车频率高，运行稳定，经过路径固定，这种视线接触就会从偶发现象变成持续存在的外部影响。对土地宽裕的城市，常见做法是尽量拉开轨道与住宅的距离。新加坡很多地段没有这样的空间条件，因此需要在既有线路条件下减少干扰。车窗自动变色的作用就在这里，它不能消除所有影响，但可以降低列车经过时对沿线住户私密空间的直接暴露程度。这个设计也反映了一个明确取向：公共系统在提升效率和扩大覆盖时，需要承担一部分由此带来的外部成本，而不是把适应压力完全留给居民。具体实施时，自动变色玻璃也会带来新的权衡。采购、维护、寿命、能耗、故障率和透视清晰度都会影响实际效果。对乘客来说，窗外景观的可见度、白天与夜间体验差异，也都是实际使用中的问题。进一步看，还会涉及资源分配，哪些路段需要配置，距离住宅多近才算有必要，标准由谁制定，都会进入公共资源配置和工程判断的范围。正因为这些问题都很具体，这项技术才值得关注。它不是单纯的设备升级，而是在线路条件无法明显改变的前提下，用技术手段降低系统对居民生活的直接影响。自动变色车窗处理的是日常运行中对居民生活的干扰，民防避难功能对应的则是极端情况下城市系统如何维持基本运转。根据新加坡民防部队公开资料，部分 MRT 站在设计上兼具公共避难所功能，
相关空间规模可达到数千平方米。这意味着地铁站在承担日常客运之外，还预留了明确的空间、结构和设备能力，用于紧急状态下的人员安置和基本保障。这样做与新加坡的城市条件有关，土地有限，人口集中，资源依赖外部，城市运行对关键基础设施连续性的要求很高。对这类环境来说，非常时期的应对能力通常不会留到事后补建，而是直接纳入日常基础设施规划。地铁站因此会同时考虑结构强度、密闭能力、通风系统、设备独立性以及用途切换效率。平时看到的是站台、闸机、扶梯和商业空间，设计层面考虑的还包括紧急状态下的防护和组织能力。东京的轨道系统防灾设计主要围绕地震、火灾、疏散和运营恢复展开。新加坡面对的自然灾害结构不同，没有同等级的地震压力，但对系统性中断的预防同样重视，因此会把部分地铁设施做成兼顾日常运营和应急用途的空间。两者都强调基础设施在风险情境下的持续使用能力，只是应对重点不同。这样的设计当然伴随代价，建设成本更高，规划更复杂，维护标准也更严格。一部分空间可能无法按商业收益最大化来使用，但对新加坡来说，这类投入对应的是关键系统在极端情境下的连续性保障。把自动变色车窗和民防避难功能放在一起看，可以更清楚地理解 MRT 在新加坡的角色。它承担的内容一直包括运输效率、居民影响控制和应急准备。很多人谈新加坡 MRT， 首先会注意准点率、自动化和扩线速度，这些当然重要，但长期使用之后，更能体现系统质量的往往是那些不太显眼的细节。电梯位置是否合理，导盲设施是否清楚，门边提示灯是否足够直观，宽闸机是否方便，优先座相关标识是否清晰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不同使用者进入系统的难度。LTA 长期推进通用设计，重点就在于把无障碍需求放进标准流程，而不是等系统建成后再局部补充。这个方向与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和生活场景有关。老龄化在持续推进，很多家庭都有陪长辈出行的实际经验，推婴儿车、拖行李、临时受伤、行动不便，也都是日常会反复出现的情况，并不局限于少数群体。公共系统如果只按身体条件最好、行动速度最快、路线最熟悉的人来设计，表面效率会提高，但额外成本会转移到行动较慢的人及其家庭身上。MRT 里把这些细节制度化，目的就是减少这类隐性负担，让更多人能够稳定使用同一套公共系统。这和前面提到的隐私保护、民防功能属于同一种设计逻辑，都是在系统能力扩张的同时，处理由此带来的附加影响。现实中，标准存在并不代表所有问题都会消失。高峰时段拥挤，电梯等待时间长，设施偶尔故障，乘客不礼让，这些情况仍然会出现。但当无障碍被写进标准，相关问题至少进入了持续改进和责任落实的范围，而不再主要依赖个体临时协调。回到最初这件事， MRT 车窗自动变色所反映的重点，并不只是某项技术是否新颖，而是技术能力怎样被放进具体的制度安排里。新加坡持续扩展轨道网络，提高通勤效率，也让部分地铁站兼具民防功能，同时在一些路段通过车窗变色、无障碍设计和空间提示等方式，尽量降低公共系统对居民生活和特殊使用需求带来的额外压力。这些安排各自对应不同目标，也都伴随成本、维护和标准划分上的现实权衡。把它们放在一起看，更容易理解新加坡 MRT 的设计重点。重点一直不只是把系统做大、做快，还包括在高密度城市条件下控制副作用，维持日常运行、居民生活和应急准备之间的平衡。
研究新加坡 MRT。值得关注的也正是这些具体选择背后的实际约束和处理方式。